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 森了。那今天呢，我們來到這個實況主挑戰周的第3天 ，Day 3。對，那這次我們打這個對手啊，就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我們印尼服最多人看的實況主，我們的好朋友 Adam 啊。對，那說起這個 Adam 啊，其實有人問過我，為什麼會認識這個 Adam？ 因為我是香港玩家嘛，那他是印尼的玩家，就是兩邊的國籍都不同。那我怎麼認識他？那其實啊，這個故事是有一段算是比較長的故事嘛。那其實啊，這個也是關於我們這個實況主挑戰周的最後一天那個對手有關的。對，所以的話，又是先賣一個關子。那大家也可以猜一下，究竟這個實況主挑戰周第14天那個最後對手究竟是誰？那個人呢，也是應該是大家認識的，但也不算是一個實況主。那大家可以猜一下那個人到底是誰？對，那我們回到這個實況主挑戰周的第3天。對，那這是這個影片的主題啊是什麼？就是就如我標題所說啊，另類的防守策略。那究竟是什麼意思？那如果大家有看到他前面用的这英雄巫妖的話，就是大家可以發現 Adam 啊，在最近這個打我的時候，他就開始用了一種另類的策略吧。那是什麼？就是啊，這個巫妖反手流的打法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因為大家知道我的 Air Dash， 因為經過我的不停的鍛鍊的那個原因啊，可以導致啊，在不同的方位都可以成功或者是順利的抓到敵人。那其實啊，如果要避免這個狀態的話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一個360度的英雄來直接防禦。那 Adam 就知道這一點，那他就以前是用的聖獸來嘗試防禦，但他可能發現聖獸好像就不太適合作為這個傳角度防守的英雄，那他就發現，原來用這個巫妖有一個更好的效果，能夠防守的 Alpha， 而且啊，也可以順帶攻擊。對，就是一個以守為攻的英雄啊。簡單來說，那這次啊，我再看一下 Adam 到底是怎麼用這個以守為攻的打法來跟我這個超種的對戰。對，那已經來到這個第2回合，那剛才第1回合那就被他輸掉。OK， 這邊不錯，那這邊我等下去扣蠻多血應該。那我換第3一種，哎呦，那其實這邊要用這個披風啊。因為他剛才加了這個 Time Gates 的披風，就是大家知道那個披風是2倍跌傷，應該是，但是因為他的那個簡介是寫增加跌落傷害，所以的話我猜是2倍跌傷。那剛才如果不用那個披風的話，我應該是會直接死掉。OK， 那這邊呢不錯，那這邊我給他那個重力一的那個功能就是無視跌傷，對，就是一個是無視，就是把跌傷歸零，一個是增加跌落傷害2倍跌傷，所以它本質上是不同的。OK， 這邊的話，哎呦，那不錯，他這邊的話就用了這個巫妖啊，來拍一些骷髏出來，就是跳重低，然後再配這個化學兵。那其實這個做法非常之聰明，而且非常之難纏啊，因為大家知道那個骷髏兵衝過來是非常密集的攻擊，那他就因為他就利用這個密集來配合這個化學兵把我破防啊，所以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我這邊的話不錯，那個前期一個壓制壓的不錯啊。那個血量是一半對戰這個幾乎滿血，那但是我們打 Adam 不能那麼的有那個自信，因為他的技能老實說要我說的話真的開得非常之不錯，在這個遊戲的玩家裡面我相信也是名列前茅的一個開技能的玩家。我這邊的話直接用那個力頭，我們就不會讓他機會來 combo。然後這邊其實啊，直接射他是最好的，因為技能階段已經進入了，所以的話這邊不要給他太長的 combo， 因為通常長 combo 就容易露出你的破綻，所以的話我們盡量在技能階段只教一些短 combo 短的連擊，把它射走起來。哎呦，這邊不錯，那這邊的話嘗試把它抓住啊。那我們還有披風跟盔甲，那這邊呢，其實他換了這個拉比亞達，我們可以發現一點就是他的拉比亞達有這個里奧披風。那為什麼我不停按那个键按不出來？是因為啊，它這個是有一個策略的配搭來的，什麼意思？就是它里奧披風配一個這個 Time Keeper 衣服，是可以做到這個消技，把技能消掉的一個效果，而導致就說有技能也開不到。那剛才我是沒有預防到他這一招，所以導致
我比他消極了 ，OK， 所以的話，他來一個漂亮的反轉 ，OK， 這邊不錯，來到這個第4回合，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Adam 是有一些奇怪的招數在他的戰鬥系統裡面，那我們就要非常之小心，對。那 OK， 來到這裡的話，把它打下去，那不錯。那剛才那個骷髏這麼密集的情況下，也能把它抓到，那是一個不錯啊。那這邊的話，因為他換了魔彈的關係，我們就盡量用遠程武器來跟他那個遠程武器來對戰。因為如果用超速默默然衝過去的話，是很容易被他反抓。OK， 這邊直接踢下去吧。那我們就不要做那麼多其他的 combo 了，因為那個位置非常之難 combo， 因為太接近掉下去了。那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技能已經拉起來了，那我們就不要扣技能打一等，我們直接交流重力1，然後把它打下去，然後給他重力1的跌落傷害加成，我這邊呢打下去，不錯。那我們就提防一下 Adam 一些奇怪的技能開啟啊，那我們就小心一點，我這邊打下去 ，OK， 不錯，這局打得挺穩的。那來到這個第5回合，哎呦，那個骷髏其實那個攻擊真的蠻遠。我這邊他繼續用那個魔彈拉距離，我們就一邊接近一邊攻擊，來達到這個把它抓住的效果，當然失敗了。那抓魔彈失敗，那就是什麼下場，那就是被他打倒地，然後 combo， 那個就是抓魔彈失敗的那個下場。OK， 這邊不錯，這個 combo 其實挺痛的，就是用了掠奪者，然後用這個佣兵射上去。因為掠夺者他如果只是他用那個機體的那個跌傷是一個假的跌傷，什麼意思？就是他那個掉伤还是比較低一點的。那配合這個佣兵的時候，那他就會從那個假跌傷變成真跌傷，那就會非常之痛。對啊，這邊的話可以啊。那我們小心他的魔彈反 spawn cam，OK， 不錯。那他換了巫妖，那我們抓住，那把他踢下去。那我們就不要那麼高風險用 Peter Pan 了，因為技能階段也是那句，技能階段我們永遠就不要用一些太高風險的 combo， 因為打高單局通常就是一個短的失誤，就會讓你的這局的勝負徹底的反轉。對，那這邊的話可以啊。那我們繼續打穩定一點。那我們的技能開啟，盡量就用重力1把它血量不停壓下去，然後再用這個超重 SD 來把它抓住。哎呦，不錯！這邊其實用第一頭直接反噬最好了，但是我 bring lag 了，而且我因為這個 bring lag 導致我那個換英雄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失誤。那這邊就是剛才所說，一個失誤就徹底反轉。